不过，面对那飞掠而来的乌马圣劫，楚风却是早有准备。只见其微微一笑，随后左手握弓，右手猛拉，下一刻，无数道金色的箭矢宛如暴雨一般，自楚风手中的剑道仙弓之中爆射而出。如此数量的箭矢，宛如墙壁一般正面袭去，乌马圣劫简直是避不可避。不过面对如此情形，乌马圣劫却也没有丝毫惧色。只见其手中的仙兵匕首挥动起来，金芒四溢，宛如护盾一般，挡在了他的身前。下一刻，那箭矢不断的射在那武力盾牌之上。由仙兵匕首所形成的武力盾牌固然是坚不可摧，可是自剑道仙弓之中射出的金色箭矢，威力却也是强不可挡。此等情况之下，乌马圣劫被攻得倒飞而去，不仅未能落在先前所站的位置，更是倒退了数万米之远。直到楚风停手，他才稳住身形，想要抢夺，怕是不行。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哼，你真以为你能是我的对手？”乌马圣劫的脸上涌现出了明显的怒意：“我为何就不能是你的对手？”楚风笑眯眯地问道。下一刻，乌马圣劫的额头之上雷霆涌动，很快一道天字雷纹便凝聚在了他的额头之上。而这一刻，乌马圣劫的修为也是从4品5仙提升到了5品5仙的地步。楚风，你以为身为天级血脉者，就只有你修炼的神罚玄功才能解开了雷纹的力量？乌马圣劫问此话的时候，仍散发着浓浓的怒意。他很愤怒，因为他觉得自己被轻看了。众所周知，天级血脉者非常之强，甚至远非天赐神体可比。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天级血脉者可以随着修为的提升，依次解开雷霆铠甲、雷霆羽翼和雷纹这种血脉力狼。无论是雷霆铠甲、雷霆羽翼还是雷纹，都能够让天级血脉者提升1品修为，三者合一便可提升3品修为。在修武者中，想提升1品修为都是如此之难。凭借血脉之力，可以在一瞬间提升3品修为，这是何等恐怖，完全可以想象的。但是，当天级血脉者踏入真仙境之后，天级血脉的便会被封印。此时，天级血脉者与其他修武者便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据说，唯有天赋异禀者才能解开这血脉力量。而楚风在踏入真仙境的时候，血脉力量也被封印了，但是他却在被封印之后，立刻解开了雷纹的力量。可实际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却不止楚风。在整个祖武星域，有很多天才都能够做到这一点，自然而然的，乌马圣劫也可以。其实这种事情不用说，在祖武星域，大部分人都知道，可是楚风却仿佛不知道这一点，这让乌马圣劫觉得，楚风肯定觉得只有他解开了雷纹的力量，而他乌马圣劫并没有解开，所以才会如此的不将他放在眼中，轻视。这是何等的轻视！乌马圣劫怎能不能怒？乌马圣劫，你为何要说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楚风笑眯眯地问道。你这个家伙到底什么意思？乌马圣劫眼中的怒意不减，可是却也涌现出了一丝不解，因为他施展出雷纹，本就是想让楚风清楚，不止楚风一个人解开了雷纹的力量，他乌马圣劫也早就解开了雷纹的力量。可是当他施展出雷纹之后，当他的修为提升之后，楚风竟然没有一丝的惊讶，就仿佛楚风早就知道了他解开了雷纹的力量。这种情况下，他就有些茫然了。楚风早就知道他有雷纹的力量还没使用，为何还会如此的有恃无恐？乌马圣劫，我既然听过你的大名，又岂会不知道你早就解开了雷纹的力量？楚风对乌马圣劫问道。听得此话，乌马圣劫已经确定，楚风果然早就清楚乌马圣劫具备着雷纹的力量。你既然知道我解开了雷纹的力量，为何还敢用你那2品5仙的修为挑战4品5仙的我？乌马圣劫问道。为何？楚风微微一笑，随后说道：应该是因为他吧。话落之时，楚风的身上竟涌现出了道道雷霆，那雷霆为9种颜色，自楚风体内散发而出，未伤衣衫，便攀附在了衣衫之上。那9色雷霆相互交织，竟然汇集成一道雷霆铠甲，将楚风的衣衫覆盖。这雷霆铠甲不仅栩栩如生，更是霸气非凡，宛如王者降世，势不可挡。那是，而看着楚风身上那9色雷霆汇集而成的铠甲，莫说乌马圣劫，在场的所有乌马天族族人都是神色大变，在那一双双瞪圆的眼眸之中，皆是涌动难以置信的吃惊之色。因为楚风身上的铠甲正是天级血脉者被封印的力量。雷霆铠甲，雷霆铠甲覆盖于楚风身上，此甲不仅雷芒涌动，气势不凡。当他出现之后，楚风的修为也是又提升了1品。楚风目前的真实修为乃是2品5仙，在施展雷纹之后，修为提升到了3品5仙，而现在雷霆铠甲又让他的修为提升1品。楚风的修为已然达到了4品5仙，再加上远古秘籍那逆战1品的战力，哪怕乌马圣劫现在凭借雷纹的力量将修为提升到了5品天仙，可是楚风也是可以与其一战。震惊不仅仅是乌马圣劫，乌马天族的其他族人也皆是一脸的震惊。雷霆铠甲在真仙境之前，天级血脉者几乎每个人都掌握着，可是到了真仙境之后，雷霆铠甲的力量便被封锁了。现如今，整个祖武星域拥有天级血脉的强者数不胜数，可是哪怕是那些顶尖的强者，却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施展出雷霆铠甲。由此可见，想要解开雷霆铠甲的力量是多么的难。但是楚风，不过2品5仙的楚风，居然解开了雷霆铠甲的力量，并且楚风这雷霆铠甲的力量不仅气势非常之强，让他看上去宛如王者降世，最重要的是，他这雷霆铠甲的构造也是与其他人的不同。他这雷霆铠甲的形态更为的精致，也更为的霸气，简直就是鬼斧神工之作。莫非这便是神罚玄功的力量？乌马圣劫问道。因为在他看来，楚风这雷霆铠甲之所以看上去如此特殊，一定就是神罚玄功的原因。是楚风的神罚玄功改变了这雷霆铠甲的形态，
也是神罚玄功，让楚风能够在武仙境便解开雷霆铠甲的力量。你的观察能力不错，我要给你竖个大拇指。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因为楚风很清楚，乌马圣杰猜对了。其实莫说现在2品武仙的修为，在楚风刚刚踏入武仙境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的血液中那被尘封的力量苏醒了，那便是雷霆铠甲的力量。也就是说，楚风在1品武仙的时候，雷霆铠甲的力量已经解封。之所以如此，全是神罚玄功的功劳。神罚玄功，这传说中的至高无上功法，这一个每突破1重修为都要面临死亡的功法，在武仙境之前，除了雷纹可以压制其他天级血脉者的雷纹之外，并没有展现出过人之处。至少那些修炼了天罚玄功的天才们，并没有输给楚风太多。可是当楚风踏入武仙境之后，神罚玄功的力量终于展现而出。雷霆铠甲在武仙境的天级血脉者之中，几乎没人可以解开，但是楚风做到了。可以说，楚风现在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目前的整个祖武星域，楚风了，他没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哪怕是那些修炼了天罚玄功的天才们，也做不到这一点。楚风的神罚玄功，从本质上就已经压过天罚玄功一头。神罚玄功名不虚传，只是更让我惊讶的是，楚氏天族居然出现了你这样一个人物。你叫什么名字？乌马圣杰问道。楚氏天族，楚风。楚风回道。楚风听得此话，乌马圣杰神色一动，他似是想到了什么，随后问道：你与楚轩辕是何关系？那是我父。楚风说道。楚风此话一出，乌马天族在场的那些人皆是目光一动，有的人甚至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事实上，就连乌马圣杰亲耳从楚风口中听到这个答案后，也是神色一动。楚轩辕名声太响，只要与他有所关系，便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更何况是他的儿子。果然，我猜对了。不过这也不难猜，楚氏天族之中，有人有机会修炼到神罚玄功，又有能力修炼成神罚玄功的，也唯有楚轩辕的儿子了。看来江湖传闻并不可靠啊。乌马圣杰笑着说道。他所指的江湖传闻，自然便是之前盛传的楚轩辕之子已经死了的消息。不过楚风，不要以为你修炼了神罚玄功，解开了雷霆铠甲的力量，便真的能与我抗衡。你更不要以为你是楚轩辕的儿子，我便会怕了你。我乌马圣杰不怕任何人。此话说完，乌马圣杰的身上忽然涌现出了道道纹路，那是血红色的纹路，宛如虫子一般，自乌马圣杰的体内爬出，布满他的全身。那血红色的纹路光芒闪烁，哪怕是他穿着衣衫也无法阻挡。当这血红色的纹路出现之后，乌马圣杰的眉头皱了起来，脸上涌现出了一抹痛苦之色。但是他的修为却在此刻再度得到了提升。乌马圣杰的修为已是达到了6品武仙的地步。楚风，你还有何本事？全都拿出来吧！今日我乌马圣杰倒是要好好领教一下楚轩辕的儿子到底有着怎样的本事。乌马圣杰看着楚风说道。此刻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轻蔑，哪怕自己的修为达到了6品武仙，可是却也没有小看楚风，相反，他的眼中还充满了凝重。之所以会如此，不仅仅是楚风展现出了雷霆铠甲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他那楚轩辕之子的身份，让乌马圣杰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不知道楚风除了神罚玄功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手段。所以哪怕自己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可他仍然做好了一场恶战的准备。可就在这时，一道光芒飞掠而来，紧接着一道冰刃便落在了乌马圣杰的身前。定目一看，乌马圣杰的眼中涌现出了一抹惊讶之色，因为他发现那落在他身前的是剑道仙功。楚风居然将剑道仙功丢给了他，这弓先放你这放一回。就在此刻，楚风缓缓说道：你这是何意？乌马圣杰问道。你厉害，我斗不过你，我认输。楚风说道。看着楚风那从容的样子，乌马圣杰一脸的无语。倒不是因为楚风先前还自信满满，结果现在就忽然认怂的举动，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第一次看到居然有人能把认输说得如此的从容不迫的。你这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乌马圣杰问道。这弓先放你这，过会再来取。楚风说道。过会再来取。乌马圣杰眉头皱了一下，因为楚风这话他听着很不舒服。今日我败了，这弓就输给你，若他日我赢了，那么这弓你可要还给我。楚风笑着说道。话罢便转身离去。等一下。可就在这时，乌马圣杰却忽然开口喝住。怎么，你现在见我示弱便改变主意了？楚风回头问道。你既然主动将剑道仙功献出来，我自然不会难为你，不过有一件事，我倒是希望你可以帮一个忙。乌马圣杰说道。何事？你说。楚风说道。不要把我乌马天族在此事的消息传出去，尤其不可告诉灵狐天族的人。乌马圣杰说道。看来你与灵狐天族有过节。楚风问道。乌马圣杰还未回答，楚风便补充道。放心，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我们也算是统一战线的，绝对不会让你置身于险境。话罢，楚风便转身离去。他就这样走了，只留下乌马圣杰以及乌马天族的众人一脸茫然地留在了此处。乌马天族的族人在楚风走远之后，对乌马圣杰问道：圣杰，为何要放他走啊？本就无冤无仇，没必要太过刁难。况且你们谁能确定他除了修炼神罚玄功和那诡异的秘籍之外，就没有其他手段？要知道，他可是楚汉仙的孙子，楚轩辕的儿子。虽说楚氏天族不足为惧，可是那2位的传人可就除外了。乌马圣杰说道。圣杰所言在理。听得此话，乌马天族的众人也是纷纷点头。行了，继续修炼吧。乌马圣杰说完此话，便向那宫殿走去，而乌马天族的其他族人也是纷纷走入了那些修炼大阵，开始了继续修炼。至于楚风，他是真的不是乌马圣杰的对手，但是他却也没有就这样离去，毕竟此处的修炼资源可是他爷爷发现并且靠他爷爷的力量孕育而成的。楚风进入这祖武修行界，主要为的就是这修炼资源，那可是
他爷爷留给他的礼物。楚风自然不可能就这样离去，将这份爷爷留给他的礼物拱手让人。可是此处已经被乌马天族的人先行找到，并且楚风也不是乌马圣杰的对手，楚风不可强行抢夺，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玩弄一些手段。楚风假装离开，实际上在走远后开始布置阵法。他通过阵法潜入了这岩洞的地底深处，进入地底之中，楚风能够感觉到更为强大的天地能量，并且也很快的便发现了乌马圣杰所布置的阵法。乌马圣杰是通过这阵法将此处的天地能量牵引到岩洞之中，从而供他与族人修炼的。可是实际上，乌马圣杰只是借用此处的天地能量，他根本就没有找到真正的修炼资源。也就是说，乌马圣杰他们现在所用来修炼的，不过是那修炼资源所溢出来的天地能量而已，却并非真正的天地能量。这也不能怪乌马圣杰，只因那修炼资源实在太难找了，哪怕楚风凭借自身的实力也是找不到。由此可以看出，楚风的爷爷和楚风的父亲当年是何等的厉害。明明当初也是小辈，可是他们所布下的隐藏阵法，却是连如今的楚风也都无法破开的。楚风凭借自身手段，虽然无法破开，但是所幸他爷爷给他留下了寻找到修炼资源的阵法，有那阵法在手，一切就变得简单了。那阵法布置而成，楚风就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因为楚风还站在原来的位置，可是在他的身前却出现了一颗矿石，这颗矿石足有2人高，五彩斑斓，光芒流转，那磅礴的天地能量正是自这矿石之中散发而出。而之所以说楚风进入了另外的一个空间，那是因为在楚风的阵法布置完成之前，楚风的身前什么都没有，但是当他布置完阵法之后，随着阵法内一道淡淡的能量扩散，楚风的身前就出现了这个矿石。楚风可以确定，这颗矿石便是那个他爷爷发现且孕育而成的修炼资源。爷爷留给我的礼物，可比我想的还不简单啊！此刻，楚风的眼中不仅充满了兴奋，竟然还有着一抹浓浓的震惊。因为越是观察，楚风越是感到惊讶，他几乎能够确定，眼前那五彩斑斓、宛如天地奇物一般的矿石，绝对不只是简单的修炼资源，因为在那其中还隐藏着极为浓郁的结界之力。这好像是一道大门，大门之内隐藏着超乎想象的强大阵法。也就是说，楚风所得到的不仅是强大的修炼资源，很可能还可以得到一个强大的阵法。楚风寻得这修炼资源后，便立刻盘坐于那修炼资源之前，开始用自己的手段将其炼化。因为这修炼资源已经大成，所以想要炼化它其实不难，难的是找到它。然而这最难的事情已经被楚风解决了，其实主要还是靠他的爷爷。若是没有他爷爷留下的阵法，楚风也很难找到这修炼资源。距离楚风开始炼化那修炼资源，过去了大概3个时辰的时间。资源上方，岩洞之内的宫殿中，有着一座磅礴的阵法，那阵法之内涌动着强大的天地能量，而那阵法的中心盘坐着一个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乌马圣杰。此刻，乌马圣杰脸色极为苍白，就像身负重创一般，而他的身上那血色纹路虽然已经消散许多，可是依旧若隐若现，闪烁着诡异的光华。每当那血色纹路闪起光华之际，乌马圣杰都会眉头皱起，就仿佛他此刻的痛苦是那血色纹路带给他的一般。可是忽然间，乌马圣杰那紧闭的眼眸睁开了，眼中涌现出一丝慌张。随后，乌马圣杰便立刻起身，竟然遁入岩洞的地底深处，来到了楚风的身旁。乌马圣杰忽然出现，楚风也是神色一动，不由得露出了一丝紧张之色。毕竟楚风炼化这修炼资源也是偷偷的，是躲着乌马圣杰的。毕竟现在的楚风还不是乌马圣杰的对手。可是乌马圣杰明明就在楚风不到10米的地方，并且也在用一双眼眸凝重的观望四方，但是他好像看不见楚风一般。奇怪，为何我感觉此处的天地能量正在减少？莫非这个奇地的力量也是有限，随着我们的修炼终将消散？乌马圣杰眉头紧皱，低声说道。虽然他这话声音说得很小，但还是被楚风听到了耳中。他果然看不见我。此刻楚风已经确认自己是安全的。随后楚风道也是有恃无恐，干脆就在乌马圣杰的旁边开始继续炼化那修炼资源。又来了，消失的竟然如此之快，看来此处的天地能量要不了多久就要彻底消散。忽然间，乌马圣杰眉头皱得更深了，伴随着楚风的继续炼化，那修炼资源的力量也在快速的减少。这种变化乌马圣杰能够感觉到。乌马圣杰很焦急，他想阻止那天地能量的减少，可是却找不到任何办法，他很无能为力。此等情况之下，乌马圣杰倒也没有在此久留，而是拔空而起，回到了岩洞之中，加快修炼。此处的天地能量就要消散了。乌马圣杰说道。什么？要消散了吗？听得乌马圣杰这样一说，乌马天族的众人皆是露出了惊慌无措的表情。圣杰，那怎么办啊？你现在还不是那灵狐天族的对手，若是此处的天地能量消失，那岂不是就白白的错过了增进修为的机会？惊慌无措之下，乌马天族的众人纷纷说道：此乃天意，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尽快修炼吧，珍惜这最后的修炼机会。当此处的天地能量彻底消散，我们就要去寻找新的修炼资源。乌马圣杰说道。话罢，他便回到了宫殿之中，进入那阵法之内，盘坐而下。他不再继续疗伤，而是开始修炼，炼化这阵法内的天地能量。他也同样不想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可是他刚刚修炼没有多久，脸上的痛苦之色便变得越加浓郁起来。原来是他身上的血色纹路越加的明亮了。果然，他的痛苦与那血色纹路有关。忽然，乌马圣杰嘴巴一张，竟有一大口鲜血自口中喷洒而出。紧接着，他也是开始剧烈的喘咳起来，浑身上下都在瑟瑟发抖。圣杰，那血魂骨又压制不住了吗？听到乌马圣杰痛苦的喘咳声，乌马天族的许多族人跑到了宫殿内，
看到此刻的乌马圣杰，他们一脸的心疼。无碍，是我没有将其彻底压制，便开始修炼，所以遭到了反噬。乌马圣杰说道：“圣杰呀，我知道你复仇心切，可是还是身体要紧，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是啊，圣杰，不要修炼了，赶快压制住这血魂骨要紧。乌马天族的众人纷纷劝道：“都怪那楚风，若不是那楚风来到此处，圣杰也不会被逼得释放血魂骨的力量。”与此同时，也有人埋怨起楚风：“是我自己释放的血魂骨力量，与那楚风无关。你们出去吧，我要专心压制血魂骨的力量了。”乌马圣杰说道：“走走走，男的都快点出去。”乌马天族内的女子纷纷说道，而乌马天族的男子似是明白了什么，赶忙转身离去。此刻，这宫殿内除了乌马圣杰，便只剩下了这些女子。有女子关进了宫殿大门，随后这些女子便欲宽衣解带。“你们也都出去吧，我自己可以。”乌马圣杰说道。“圣杰，我们帮你，会快一点，我们乃是同族之人，你就不要在意这些了。”“是啊，圣杰，让我们帮你吧。”那些女子纷纷说道。“出去！”乌马圣杰大喝一声，脸上露出不悦之色。见状，那些女子也是不再多言，纷纷整理好衣衫，便走出了宫殿。此刻，这宫殿内便只剩下了乌马圣杰一人。乌马圣杰疗伤期间，乌马天族的众人则是开始继续修炼。然而，又过了大概2个时辰之后，他们便纷纷睁开了双眼，天地能量彻底消失了。乌马天族的族人感叹起来，话语之中散发着浓浓的无奈。然而过了没有多久，忽然一股毁灭般的气息自他们周身一闪而过。怎么回事？这种感觉让乌马天族的族人此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你们也感觉到了，但很快他们便发现，不仅仅是他们个人感觉到了那股毁灭性的气息，似乎在场的所有族人全都感受到了。是啊，还以为是幻觉，难道不是幻觉？你们也感受到了？我刚刚好像还听到了雷鸣。一时之间，乌马天族的众人议论纷纷。议论之下，大家都觉得先前奇异现象以及那可怕到难以估量的气息，很可能是一种预示，一种非常不好的预示。看来是真的出现了问题，此处不宜久留。慌乱之际，有人说道：“不行，圣杰还在压制血魂骨，在此期间不能打扰他，还是待他压制住了血魂骨之后，我们再离开此处吧。”看来只能如此了。乌马天族的族人此刻将目光投向了乌马圣杰所在的宫殿，眼中充满了焦急。而过了没有多久，那种感觉又来了一次，只是这一次来的那气息的更为恐怖，但消失的速度也更快。那一刻，乌马天族的众人更慌了，但是他们还是稳住了，并没有去打扰乌马圣杰。只是又过了片刻后，那种感觉竟然再度袭来，并且气息也是越加恐怖，消失的速度也是更快。这让乌马天族的族人越发的确定，那就是危险将要袭来的预兆。他们彻底乱了，很多族人开始动摇，想要离开，但是考虑到乌马圣杰对他们的恩情，他们最终还是没有离去，也没有去打扰乌马圣杰。但是好在那种气息出现了3次之后，便没有再度出现，这倒是让原本慌乱不已的乌马天族族人那紧张的情绪得到了一丝缓解。可是他们却并不知道，他们感受到的气息根本就不是什么危险将要袭来的预兆，那是神雷掠过，神雷自他们身边掠过，只是速度太快，他们看都看不见，因此才只能感觉到那可怕的气息，以及听到雷鸣一闪而逝的声音。而那神雷自然是楚风所引起。楚风将那修炼资源炼化之后，便开始尝试突破，而3道神雷依次掠过，这也就代表着楚风连续突破了3重修为。此刻，楚风盘坐在岩洞下方的深处，他的眼眸已经睁开，而他的气息也不再是2品武仙，而是5品武仙。楚风连续突破3品修为，现在已经是一位真正的5品武仙。爷爷留给我的礼物还真是有些不得了啊！此刻，楚风站起身来，看着自己的身体，满脸的笑容。他之所以如此开心，可不全是因为他连续突破3品修为，成为了5品武仙，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此刻身体产生的变化。若仔细观看，便可发现楚风的身上竟然散发着彩色的光华。之所以会如此，那是因为楚风已经掌握了强大的力量，那是阵法的力量。此时此刻，楚风能够感受到这祖武修行界内的一切。祖武修行界内诸多阵法、修武者的气息，包括修武资源，一切尽在楚风的掌握之中。最重要的是，此刻楚风拥有了瞬间传送的力量，只要他意念一动，他便可以瞬间出现在他想到达的地方。简单的说，此刻的楚风简直就是这祖武修行界内的神，他掌握着天地万物，掌握着这祖武修行界内的一切。之所以会如此，自然是那修炼资源，他爷爷给他留下的礼物。楚风不仅从那修炼资源之中得到了天地能量，修武之道使得修为大增。楚风他还与那修炼资源相融，而那修炼资源其实就是祖武修行界内的一个磅礴大阵的阵眼。这个大阵几乎贯穿整个祖武修行界，正因如此，楚风才掌握了此等力量。奇怪，怎么感受不到那个丫头的气息？看来那个丫头比我想象的还要不简单啊！我什么都能感受到，唯独感受不到她。楚风不由感叹起来，他所指的丫头便是白梨落。楚风能够感受到所有人的气息，只是他感受不到白梨落的气息，就仿佛白梨落不在祖武修行界一般。但是楚风几乎确定，白梨落就在祖武修行界内，他感受不到，只能说明白梨落不简单，甚至逃开了这大阵的感应。算了，还是先去会会乌马圣杰吧。楚风此刻最想见的人，并不是白梨落，而是乌马圣杰，因为他想要尽快的从乌马圣杰的手中拿回那把剑道仙弓。忽然，楚风意念一动，他便离开了此处，出现在了那宫殿之中。而因为楚风知道乌马圣杰在哪里，所以他出现的位置刚好就是乌马圣杰的身前。只是当楚风看到此刻的乌马圣杰之后，却是神色大变，满面震惊的愣在了原地。楚风的面前是一个浴桶，浴桶之内是淡绿色的水，水中符咒流转，
药味冲天，那绝对不是寻常的水，而是融入了阵法与多种药材的药水。此水必然是用来疗伤所用，但眼下吸引楚风，且让楚风如此震惊的，却并非是这融合了阵法的药水，而是这浴桶之内的人。那是一位极美的女子，脸庞精致，身材曼妙，简直就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尤物。最重要的是，此刻对方一丝不挂地坐在浴桶内，闭目修炼，一切都被楚风看得清清楚楚。楚风阅女无数，可是能够美到令楚风都是心跳加快的，着实不多。但楚风震惊，却绝非是因为此女之美。楚风之所以如此震惊，是因为楚风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眼前这个一丝不挂的绝美女子，她身上散发的气息，竟与乌马圣杰一模一样。可是这明明不是乌马圣杰啊！乌马圣杰不是男的吗？并且还是一个长相平凡的男子啊！然而就在楚风震惊到愣神的功夫，那女子忽然睁开了那紧闭的美眸。哇！当女子看到眼前的楚风后，顿时发出了惊叫的声音。与此同时，女子大袖一挥，一道衣衫便披在她的身上。而当衣衫附身之后，她一个转身，居然连容貌都变了，变成了乌马圣杰的样子。圣杰，怎么了？紧接着听到乌马圣杰声音后，乌马天族的族人也是赶忙跑了进来。不过只有女子跑了进来，男子都站在外面，尽管担忧，却连向内观望都是不敢，似是在刻意规避着什么。所以你是女扮男装？楚风开口问道。天哪，圣杰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被他看到了？楚风此话一出，便立即引来了乌马天族那些女子的惊呼。而此刻不用乌马圣杰亲自回答，楚风也是确定了的答案。这乌马圣杰果然是女扮男装，只是没想到他扮的竟然如此隐秘，连楚风这种观察能力的人都是看不出破绽。楚风断定乌马圣杰应该是用了特殊的伪装术，我要宰了你！猛然间一声咆哮响起，是乌马圣杰。此刻乌马圣杰不仅满面狰狞，更是杀意滔天，说话间便欲向楚风扑来。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杀意他是真的要杀了楚风。事实上不仅是乌马圣杰，此刻乌马天族的族人似乎也猜到了发生了什么，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散发着。然而乌马圣杰刚刚动身，便被束缚在了半空之上。不只是他，此刻所有乌马天族的人都被束缚住了，一动都不能动。盛怒之余，乌马圣杰的眼中也是涌现出震惊。他知道这一切是楚风所为，是楚风用手段将他们束缚住了。可是先前还不是自己对手的楚风，怎么现在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那个圣杰兄，哦不是圣杰妹妹，我真不知道你是女的。我若是知道，我也不会直接就闯进来。正所谓不知者不怪，今日之事真的不能怪我呀。这样吧，那剑道先跟我不要了，送给你，就当做赔礼了。楚风一脸尴尬的说道。虽然不是故意，可是总归看到了人家姑娘的身子，楚风也是非常的过意不去。而楚风也深知这种事情解释不清楚，所以说完这番话后，楚风意念一动，便消失在了此处。而当楚风离开之后，乌马圣杰等人也都恢复了自由。刚刚是怎么回事？为何那楚风连你都能限制了？乌马天族的族人一脸不解地问道。他的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彩色光华，那是阵眼的力量。这楚风很可能掌握了某种强大的阵法，那阵法给予了他如此力量。乌马圣杰说道。他不是刚离开没有多久吗？怎么会这么快就掌握如此力量了呢？一时之间，乌马天族的众人皆是一脸不解，但是惊叹于楚风的力量之时，也有人低声问道：圣杰，那楚风该不会看到了？你闭嘴！听得此话，乌马圣杰顿时大怒，那磅礴的杀意，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清楚地感受得到。这种情况下，乌马天族的族人也是赶忙闭上了嘴巴，甚至都不敢与乌马圣杰正视。今日之事不得对任何人说起，若是有人传出去，被我知道，休怪我不念同族之情。乌马圣杰恶狠狠地说道。意识到乌马圣杰真的愤怒了之后，乌马天族的众人吓得连话都不敢说，但却也皆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不会将此事说出去。楚风，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乌马圣杰握紧了拳头，与此同时，眼中的杀意越发浓郁，甚至都能够听到他那咬动牙齿的声音。而此时，楚风则是来到了白梨落之前所闭关的地方，但是在此处，楚风却并没有找到那白梨落。奇怪，这个丫头去哪了？此刻，楚风眉头紧皱，眼中有着一抹担忧。虽然楚风知道白梨落神通广大，实力非常的强，可是当时楚风离开白梨落的时候，白梨落毕竟遭到了那黑影的反噬，楚风不能确定白梨落是否安全。而现在，楚风已经在这附近仔细的搜索过了，却也不见白梨落的踪影。哪怕自己掌握了这祖武修行剑，能够感应到祖武修行剑内的所有气息，却唯独感受不到白梨落，同时也感受不到那黑影。这样一来，楚风就更加担心了。他是真的害怕白梨落出现意外。可是忽然间，楚风神色一动，他先前又仔细的感应了一下整个祖武修行剑，想要搜寻白梨落的踪迹。虽然依旧没有找到白梨落的气息，可是楚风却发现一群人马已经靠近了楚氏天族族人所在的城池，而那人马正是灵狐天族的族人。灵狐天族，我不找你们，你们去找上门了。也好，你们也是时候让位了。楚风冷声说道。楚氏天族族人所占领的城池外，凭空出现了一座结界门，令楚氏天族的族人心中一紧。而当那结界门内出现到灵狐天族族人的身影后，楚氏天族的族人则更是吓得屁滚尿流。至于灵狐天族的这些族人，就更是没有将楚氏天族放在眼中，他们高高在上，宛如神灵将要惩罚凡人，藐视一切。楚氏天族的族人立刻滚出来。灵狐天族的一位族人以命令的口吻说道：大人，不知你们来此是有何事？楚氏天族的族人眼见着对方来势汹汹，并没有立刻出去，反而是以恭敬的口吻询问起来。然而眼见着自己开口后，楚氏天族的族人
竟然没有立刻出去，这让灵狐天族的族人顿时大怒，大胆，让你们滚出来，就立刻滚出来，否则休怪我灭了你们全族！灵狐天族的族人怒喝道。那声怒喝响起，天地都是剧烈一颤，处世天族的所有族人都能感受到对方的怒意。此刻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毕竟这可是祖武修行界的主宰，灵狐天族的人啊。况且就算抛开祖武修行界不提，这灵狐天族也是当今祖武星域的10大天族之首。虽然处世天族也贵为大千上界的主宰，可若与灵狐天族相比，还真就是不入流。面对这样的势力，处世天族的族人本就心虚，更何况是对方动怒的情况下。但是哪怕如此，处世天族的族人却也仍然没有走出这座城池，因为他们谨记楚风所说的话，在楚风回来之前，他们都要待在这城池内，不得离开这座城池。大人，我们对您不敢不敬，只是大人究竟何事？不知可否先说一下？处世天族的族人说道。混账东西，你们可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给你们一点教训，你们真是不明白你们到底是何身份。这一下，灵狐天族的族人彻底被激怒了。本就被楚风弄得丢尽颜面的他们，此刻将所有怒意都洒向了处世天族的这些族人身上。一声怒喝之后，便有人出手了。只见其意念一动，顿时风起云涌，磅礴的威压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向处世天族族人所在的城池轰了过去。这一刻，处世天族的所有族人都是吓得瑟瑟发抖。身在城池之内，他们能够感受到那威压是多么的恐怖，对方可不是随便说说的，灵狐天族的人是真的要抹杀掉他们。猛然间，一声巨响传来，那磅礴的威压竟在城池之外散开。这一刻，莫说灵狐天族的族人，就连处世天族的族人也是一脸惊讶。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在那磅礴威压化作涟漪而扩散的地方，有一道镜面样的结界浮现出，那是结界阵法，是那阵法挡住了灵狐天族族人威压的攻势。难怪如此，目中无人，胆敢不将我辈放在眼中，原来是有守护阵法。你们还真以为这区区阵法便能够挡得住我们？我今日就让你们明白，这祖武修行界究竟是谁说的算。自己的威压被挡之后，本就愤怒的灵狐天族族人则是更加愤怒了。下一刻，不再是一个族人出手，来到此处的灵狐天族族人全部开始出手，不仅亮出了兵刃，甚至还施展强大的武技，一波波攻势不断袭来，其威力更是一次胜过一次。但是，一番轮番攻击之后，灵狐天族的族人却是彻底傻眼了。他们已经将自己最强的手段全部施展而出，可是莫说城内的处世天族族人，就连那城墙上的砖瓦，他们都未能轰碎一片。那座守护大阵将他们所有人的攻势全部都挡了下来。此刻，不仅仅是灵狐天族的族人傻眼了，处世天族的众位族人也是目瞪口呆。若非亲眼所见，他们都不会相信，他们所在的这座城池竟然如此的利奥的，居然连灵狐天族族人的攻势都能够挡得下来。要知道，那些灵狐天族的族人，每一个所散发的气息，在他们眼中，那可都是恐怖的存在啊。而与此同时，他们也终于知道，为何楚风要让他们待在城池内，不得离开半步了。原来这里真的有着一座守护阵法，并且这守护阵法竟然是如此的坚不可摧。一群混账东西，给我立刻解开这阵法，否则我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无可奈何之下，灵狐天族族人有人大声喝道。他们此次来此，可是收到了灵狐铁面的命令的，那就是必须将处世天族的族人给抓回去。若是完不成这个任务，那他们回去难免要受责罚。所以他们在自己出手无果之下，便只得进行恐吓威胁。不过不得不承认，他们这种无可奈何之下的方法，着实有些愚蠢。但是处世天族族人虽然觉得对方可笑，可却也没有人敢笑，不因别的，只因对方乃是灵狐天族，他们得罪不起。大人，不知我们做错了什么，叫你们如此大动干戈？此刻，处世天族族人小心翼翼地问道：“哪来那么多废话？我今日就把话放在这里。今日你们若乖乖地束手就擒，你们也许还能活着离开这祖武修行界；否则，你们所有人都必死无疑。虽说你们这阵法能够挡得住我们，但是你们问问你们自己，你们这守护阵法挡得住灵狐铁面吗？”灵狐天族的族人大声问道。听得此话，处世天族的众位族人脸色都变了。是啊，这守护阵法挡得住灵狐天族的这些族人，但挡得住灵狐铁面吗？那可是当今祖武修行界内的最强者，是祖武修行界的王啊！强攻不成就改为威胁，灵狐天族，你们可真是令我失望啊！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却在灵狐天族族人的身后响起，话语之中充满了讽刺之意。忽然之间传来的声音让灵狐天族的族人神色一动，而当他们回头观望，看到那位说话之人后，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在他们的身后的确站着一个人，并且此人极为大胆，与他们所站的距离竟然不足10米，非常之近。最重要的是，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在新秀庆典上让他们灵狐天族颜面尽失的楚风。楚风短暂震惊过后，灵狐天族的族人反而大喜，若是能够将楚风抓回去，那绝对是大功一件，可比把处世天族的这些废物带回去要有用多。楚风，快逃啊！他们来者不善，是来对付我族的。就在这时，一道声音自主城之内响起，是楚平。他虽然不知道灵狐天族为何要对付他们，但已经知道灵狐天族来者不善。此刻楚风出现在这灵狐天族的身边，他真是吓坏了，惊慌之余赶忙提醒：“逃！今日谁都别想逃！”然而几乎在楚平呼喊之时，那些灵狐天族的族人却已经悄然地将楚风围在了当中。楚风已经自投罗网，他们绝对不会再放楚风离开。楚风，这可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你这狂妄之辈，今日要你付出代价！灵狐天族族人看着楚风露出了冷冽的笑容，而见此一幕，处世天族的众人则是吓坏了。楚风眼下
简直就是羊入虎口啊！大家莫慌，一群喽啰而已，奈何不了我。楚风对着主城之内的楚氏天族族人笑着摆了摆手，示意大家不要惊慌。而眼见楚风如此，灵狐天族的族人可就不高兴了。楚风，你可真是胆大包天，竟然敢不将我等放在眼中！灵狐天族有族人问道。我为何要将你们放在眼中？楚风笑着问道。你真以为我们与那圣灵光之阵内的星宿们一样不成？灵狐天族族人问道。依我看，你们连那些星宿都是不如。楚风说道。放肆！猛然间，有人大喝一声，紧接着那磅礴的威压便向楚风压迫而去。可是，当他们的威压穿过楚风之后，所有人都是目光一致，因为他们惊愕地发现，他们的威压对于楚风来说好像无用。尽管吃惊，但他们还是出手了。这一次，他们直接动身，想亲自将楚风擒住。一时之间，多只手按在了楚风的身上。可是下一刻，他们却是目瞪口呆，眼中满满的都是震惊之色。他们惊愕地发现，此刻的楚风就像是一个坚不可摧的石像。他们莫说擒住楚风，连撼动楚风一下都是不行。怎么会这样？灵狐天族的族人一脸茫然。给我趴下！可就在这时，只听楚风大喝一声，下一刻，灵狐天族的所有族人自半空之上跌落而下，随后便全部趴在了地上，一动都不能动。这一刻，灵狐天族的众位如同落入了地狱一般，恐慌至极，因为他们能够感受到压迫着他们的那是何等恐怖的力量，那是真正的毁灭性的力量。此时此刻，其实灵狐天族的族人还能说话，只是他们却不敢了，不敢再多说一句话，生怕说出的话惹到了楚风，使得自己遭到抹杀。看着下方那些先前还狂妄如神，此刻却懦弱如狗的灵狐天族族人，楚风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这个世界终究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你弱，没人会同情你，只会有人欺凌你；但你强，那些曾经欺凌你的人也会惧怕你。祖武下界如此，百炼凡界如此，大千上界如此，这祖武星域也是如此。大家全都出来吧！楚风对主城之内的众人挥手说道。原本还惧怕灵狐天族的众人，见到楚风一句话，便让灵狐天族的所有人从半空之上跌落，随后纷纷趴在地上，也都是解除了心中的不解，纷纷自主城飞掠而出，来到了楚风的身旁。楚风弟弟，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拥有如此力量了？楚平等人同时问道。因为我已经掌握了这祖武修行界内一座大阵的力量，莫说这些人，就算这主域之内的人也奈何不得我。楚风说道。你是说真的？有人又惊又喜地问道。这还用问吗？难道楚风弟弟先前的力量你们没有看到？楚平说道。看到了，看到了。楚氏天族众人纷纷附和道，脸上也都露着喜悦的笑容。但是楚风弟弟，你真的可以抗衡主域内的人？楚平对楚风问道。尽管已经亲眼看到楚风一句话之后就让灵狐天族的那些强者趴在了地上，但是他还是不确定楚风是否能够抗衡主域内的人，毕竟在那主域之中还有灵狐天族的族人，我有这个把握。楚风说道。那他们为何要对付我们？楚平再度问道。尽管知道楚风掌握了强大的力量，可他还是想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楚风也是将事情的经过大概的告诉了楚平等人。得知事情经过，楚平等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楚风弟弟，其实灵狐天族向来霸道，你真的不必这般与他们作对。楚平说道。楚平大哥，你应该也知道，我楚氏天族是由老祖带领着我们是自祖武下界走出来的吧？楚风问道。这个自然知道，族人谁不知晓？楚平说道。这一路走来，老祖定然遇到过无数个像灵狐天族一样强大且霸道的势力，当初若是臣服于他们的统治，你觉得我楚氏天族会有今日的成就吗？楚风问道。这自然不会有。楚平说道。这浩瀚修武界，比灵狐天族霸道的人不知有多少，我们若是遇到强的便惧怕，那我们将永远被他们压制。若想变强，就必须反抗，若无反抗的精神，那就只能做好被人奴役的准备。这祖武修行界，我族先辈都曾统治过，为何到了我们这一辈就不行了？楚风问道。此刻楚平有些无言，的确是他太懦弱了。楚平大哥，我觉得楚风弟弟说的对，我们不能一直这样懦弱下去，我们不能一直这样胆小怕事。在楚风弟弟来此之前，我们一直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可是结果呢？他们只是变本加厉的欺辱我们，瞧不起我们。是楚风弟弟来了之后，我们才活得像个人了。是啊，以前的日子我们受过了。楚风弟弟，你说吧，要我们怎么做？从今以后，我们都听你的。楚氏天族众人纷纷说道。大家真的信我？楚风问道。信。众人齐声说道。楚风看向了楚平，因为只有楚平没有发言了。楚风弟弟，你说吧，我们都听你的。楚平对楚风说道。好，若是大家信我，便穿过这道结界门。楚风将手指向了那道灵狐天族族人走出的结界大门。楚风弟弟，我们进去绝对没问题，但是我想问一下，你究竟有何打算？楚氏天族内一位族人问道。此刻，楚风淡淡一笑，随后说道。做着祖武修行界的王。楚风此话一出，楚氏天族的所有族人皆是神色一动，此刻他们的内心激动不已，就宛如沉寂已久的激情，此刻终于被唤醒。激动怎能不激动？做着祖武修行界的王，这种事可是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毕竟之前的他们可是这祖武修行界最底层的存在，称霸此处，受各方势力敬畏，这真的是想都不敢想啊。可是在此刻，他们那连做梦都不敢去想的事，却似乎已经触手可得，即将成真了。想到这里，楚氏天族的众人也不再犹豫，携带着那又激动又兴奋的心情，便走入了那道结界大门。可是当他们穿过那道结界大门，看到周围的情况后，却皆是愣在了原地，不仅脸上涌现了惊慌之色，就连身体也是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恐惧，当他们看到此处的场景以及那个方的人，他们内心的激动与兴奋全部消散而去。
所剩下的情绪只有一种，那便是恐惧。这么快便来了！就在此刻，一道声音响起，是灵狐铁面。此刻，灵狐铁面以及各方势力的人都离开了贵宾席位，来到了广场中央。他们正在举杯畅饮，把酒言欢。当然，运用阵法前往处世天族所在的主城，也是灵狐铁面下的命令。用他的话就是，把这群废物叫过来，给他们助兴。当看到处世天族的族人依次自那结界大门走出，出现在这广场之上，东郭天族以及离世天族的许多人都是露出了担忧且无奈的神色，因为他们都知道处世天族的这些族人要倒霉了。然而，就在这时，一道道身影又自那结界大门之内飞掠而出，随后连滚带爬的在地上翻滚起来。而定目一看，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尤其是灵狐天族的族人更是紧张地站起身来，因为那些宛如被丢出来的人皆是他灵狐天族的人，是灵狐铁面派去将处世天族族人请来的同族兄弟。哟，伙食不错呀，这是为了欢迎我而准备的宴席吗？但是怎么不等我来就开餐了？这可有些不成体统啊！而就在众人震惊之际，一道身影自那结界大门之内缓缓走出，最终来到了处世天族众位族人的身前。看到这位，所有人都是目光一动，脸色大变。此刻，莫说灵狐天族的族人，就连在场的其他族人也是纷纷站起身来。楚风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是灵狐铁面，因为那位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楚风。此刻，灵狐铁面强压下去的所有怒火毫无保留地爆发而出。怎么，看到我这么激动吗？楚风对灵狐铁面问道。楚风真是想不到，你还敢自己送上门来。此刻，灵狐天族其他人问道。其实他们也是很吃惊，楚风明知道他们在找楚风，而楚风却敢自投罗网。虽然不知道楚风到底有何目的，可是他出现在此处了，灵狐天族的族人就不可能放过他。想不到吗？我之前明明找人替我传过话，告诉你们，让你们在这里乖乖的等着我，因为我很快就会来找你们。怎么回事？难道是他没有传给你们？楚风话到此处，忽然将目光投向了通天兽族的一位族人，问道：为何不将我的话转告他们？楚风所问之人，正是当时楚风在其身上加持了阵法的那位。那位看到楚风后，本就心有惧怕，当楚风冷声质问，他就更是吓得面容失色，赶忙解释道：我说了，你让我说的，我都告诉他们了。这么说来，你今日来此，不是自投罗网，而是来挑战我们的。灵狐铁面冷声问道。此刻，他反而没有那么愤怒了，因为当他确定楚风真的是来挑战他们的，他觉得很好笑，因为在他看来，楚风根本就不具备与他灵狐铁面抗衡的本事。哪怕楚风击败了灵狐天族的众多天才，可是在他灵狐铁面的面前，依旧是废物一个。挑战你们，你这么说也对，但也不对。楚风说道。那你倒是不放说说，我哪里说的对，哪里说的不对？灵狐铁面问道。此刻在他眼中，楚风就是一个跳梁小丑，他并不介意让楚风多蹦跶两下，反正最后楚风都会死在他的手中。楚风现在蹦跶的越欢，到时候楚风丢的人便越大，而这偏偏也正是灵狐铁面所希望的。其他族人在楚风手中丢的人，他灵狐铁面要全部夺回来。你说我是来挑战你们的，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楚风来此处的目的很明确，我是想让你灵狐天族滚出这祖武修行界的主域。楚风笑眯眯地说道。楚风此话一出，莫说是灵狐天族的族人，旁人也皆是吃惊不已。大胆，这可真是胆大包天，竟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如此挑衅灵狐天族，这也未免太大胆了。然而对于旁人的震惊，楚风却是宛如看不见一般，继续说道：当然，你们若是愿意自己滚蛋，我便不会亲自出手，那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挑战了。你觉得我说的对吗？此刻，楚风笑眯眯地看着灵狐铁面，忽然间，灵狐铁面发声大笑起来，只是他的笑声是如此的阴冷，甚至在他笑的时候，他身上的杀意更是弥漫而出。受那杀气所影响，虚空原本晴朗的已是乌云滚滚，雷鸣阵阵，就宛如末日降临一般。此刻，旁人都吓坏了，包括东郭天族、离世天族的族人都在替楚风担心，而处世天族的那些族人更是吓得面色苍白，可唯有楚风淡定如初，脸上始终挂着那抹淡淡的笑意。楚风，你并非我见过最胆大妄为的，但你绝对是我见过最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一番冷笑之后，灵狐铁面对楚风说道：看来你是非要我动手了。楚风说道。楚风此话一出，东郭冰雨以及离岸之等人也是惊讶不已，而那些不了解楚风的人，有些更是忍不住发出了笑声，那是嘲笑，因为楚风此话当真狂妄，他真以为胜过了圣灵光之阵的人就能胜过灵狐天族的其他人。显然这楚风并不了解灵狐铁面的实力，他这是在找死。好啊，那你倒是动手，让我看看你是如何挑战我的。灵狐铁面也是发出了嘲讽的笑声。那我便满足你了。楚风微微一笑，随后对着灵狐铁面轻轻一点，只听扑通一声，下一刻所有人都是神情大变，面容失色，因为那扑通的一声传自灵狐铁面所在的位置，先前还站在那里的灵狐铁面此刻竟然趴在了地上。铁面大哥，你这是怎么了？这一刻，灵狐铁面周围的人赶忙前去搀扶灵狐铁面，可是无论他们用多大的力气，竟然无法将灵狐铁面搀扶起来。怎么回事？我这是怎么了？而此刻不仅是旁人不解，就连灵狐铁面自己也是不解。就在这时，楚风对着灵狐铁面所在的方位又是轻轻一点，下一刻，那些在灵狐铁面周围的灵狐天族族人也是如同灵狐铁面一般，全部趴在了地上。楚风，是你做的？此刻有灵狐天族的人指着楚风大声质问道。与此同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投向了楚风。我真是不喜欢你们这种明知故问的样子，还有就是我更不喜欢你这种对我呼来唤去的样子。楚风说完此话，剑眉倒竖，
下一刻，只听一声惨叫传来，那位指着楚风呵斥之人便立刻飞了出去，狠狠地撞在了广场的贵宾席上。他一路飞掠而去，碎石纷飞，而他更是皮开肉绽。天哪！见此一幕，莫说灵狐天族的族人，就连东郭兵族和黎氏天族的族人也是目瞪口呆，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楚风此刻并未展现出他的气息，可是他却仿佛拥有操纵一切的力量，那已经不是修为可以解释的了，而是仿佛此处的一切都受楚风所控。你到底做了什么？灵狐天族有族人问道。只是相比于先前那位，这位不仅不再呵斥，反而声音之中充满了恐惧。不明白吗？那我便让你明白。楚风说话之间，大袖一挥，那灵狐天族运用主阵阵法开启的通往楚氏天族主城的结界大门便忽然消散开来。这一刻，人们皆是瞠目结舌，因为楚风所施展的力量绝对不是修武者的力量，修武者的力量再强，也不可能轻易的抹除那道结界门。要知道，那道结界门可是凭借着祖武修行界主阵眼的力量。楚风，你掌握了祖武修行界主阵的力量。就在此刻，李岸之开口问道。而与此同时，人们也都意识到，楚风身上所散发的淡淡光华，的确是散发着结界的力量，那应该就是楚风这强大力量的来源。是不是主阵不知道，但的确得到了一座阵法的力量，而这阵法似乎有点厉害。现在整个祖武修行界，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操纵一切，包括这些人。话到此处，楚风看向了灵狐天族的族人，说道：我若是愿意，可以让他们死在此处，因为连祖武修行界的守护大阵都是无法保护他们。楚风此话一出，众人便将目光投向了那位先前被楚风弄伤的人。这一看不要紧，众人皆是面露惊恐之色，因为那位被楚风弄伤的人，他身上的伤势竟然一直保持了下来，并没有愈合。这祖武修行界的守护大阵在他的身上竟真的失效了，这说明楚风真的掌控了极为强大的阵法力量，强大到可以无视守护阵法，操纵所有人的生死。这种情况下，人们怎能不慌？因为此刻不仅仅是灵狐天族的人在祖武修行界，他们也都在这里。只要在这里，他们的生死就都掌握在了楚风面前。灵狐天族，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现在立刻滚出这主域，我给你们一条生路。楚风对灵狐天族的族人说道，他的态度依旧狂妄无比。可是此刻却没有一个人敢再轻视他，更没有一个人敢嘲笑他，因为此刻楚风真的掌控了一切，包括此处之人的生死。倘若灵狐天族之前是祖武修行界的王，那么如今的楚风便是这祖武修行界的神。